与父亲那场决裂般的通话之后，陆景飞的世界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静。陆成也没有再联系他，也没有再派任何人来处理沈燕，但他冻结了陆景飞名下所有的银行卡和信托基金，这是他惯用的手段，一种无声的釜底抽薪式的警告。他要让这个他一向引以为傲的儿子知道，离开了陆家的庇荫，他将一无所有。然而陆景飞对此毫不在意，他卖掉了那辆标志性的保时捷，搬出了那间位于顶层的豪华公寓，和沈燕一起搬回了那间被他亲手修缮过的狭小却温暖的出租屋。生活仿佛一夜之间从云端跌落到了地面，但对陆景飞而言，这却是他20多年来过得最真实也最安心的一段时光。他不再是那个需要扮演完美继承人的陆家大少爷，他开始学着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生活。他会和沈燕一起去嘈杂的菜市场，为了1-2块钱的差价和摊主讨价还价。他会笨拙地学着做饭，在呛人的油烟里被沈燕嘲笑得一脸无奈。他脱下了昂贵的西装，换上了和沈燕一样的最普通的白 T 恤和牛仔裤。当两人并肩走在 A 大的校园里时，他们看起来就像一对最平凡不过的学生情侣。阳光正好，岁月安稳，沈燕那颗一直悬着的心也在这份朴素而踏实的日常里一点一点地安定了下来。他不再感到自卑和不安，因为他知道身边的这个人为了他放弃了整个世界，而他就是这个人的全世界。他的画笔下不再只有妹妹，他开始画陆景飞。他画他在清晨的阳光下蹙眉看文件的样子，画他在厨房里手忙脚乱地切着洋葱被呛得眼圈发红的样子，画他在深夜的台灯下为他修改论文里法律条款时专注而认真的侧脸。他的每一幅画里都充满了浓得化不开的爱意。就在他们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平静下去的时候，一个电话打破了所有的宁静。医院打来电话通知他们，小韩的骨髓配型找到了最合适的捐献者，手术可以立刻安排。这个消息是天大的喜讯，却也带来了一个最现实的问题：钱。虽然陆景飞卖车的钱加上沈燕之前攒下的已经凑齐了大部分，但顶级无菌病房的费用以及后续漫长的康复治疗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缺口。陆景飞看着沈燕眼中那份失而复得的希望和他眉宇间一闪而过的对金钱的忧虑，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在那天晚上独自一人走出了出租屋。第二天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将一张存入了足够金额的银行卡交到了沈燕的手上。钱的问题解决了，他的语气云淡风轻。沈燕看着那张卡，又看了看陆景飞，他注意到陆景飞手腕上那块他父亲送的价值不菲的百达翡丽腕表不见了。沈燕的心被狠狠地刺痛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伸出手紧紧地握住了陆景飞的手。手术那天天气晴朗，小韩被推进了手术室，门顶上那盏红色的手术中的灯亮了起来。沈燕和陆景飞并肩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开始了漫长的煎熬的等待。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长廊里安静的可怕，只剩下墙上时钟秒针走动的滴答声和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沈燕的手冰冷得像一块冰，她死死地盯着那盏红色的灯，一动不动，像一尊被抽干了所有生命力的雕像。陆景飞没有去说那些苍白的安慰的话，他只是伸出手，将沈燕那只冰冷的手紧紧地包裹在自己的掌心里，然后十指相扣。他用自己的体温一点一点地温暖着她，用这种最沉默也最坚定的方式告诉她：别怕，我在这里。不知过了多久，就在沈燕几乎要被那种窒息般的寂静逼疯的时候，她感觉到自己的肩膀一沉，是陆景飞将头轻轻地靠在了她的肩膀上。沈燕的身体微微一僵，她侧过头，看到的是陆景飞闭着眼睛的带着一丝疲惫的侧脸。阳光从长廊尽头的窗户斜射进来，在他长长的睫毛上投下一片浅浅的阴影。这个一向强大的如同神奇般的男人，此刻竟在他面前流露出了一丝脆弱和依赖。沈燕的心瞬间软得一塌糊涂，她明白了，在这场漫长的等待里，煎熬的不止他一个人。陆景飞承受的压力一点也不比他少，他反手更紧地握住了陆景飞的手，然后他学着他的样子，也将自己的头轻轻地靠在了陆景飞的头顶上。两个同样疲惫而紧张的灵魂，在医院这条冰冷的长廊里，以一种最亲密无间的姿态互相依偎，互相支撑。他们没有说话，却胜过了千言万语。就在这时，手术室那盏红色的灯终于
啪的一声熄灭了。紧接着，手术室的门被推开，主治医生摘下口罩，脸上带着一丝疲惫却难掩欣慰的笑容。手术非常成功。那5个字像一道穿透所有阴霾的最温暖的光，瞬间照亮了他们的整个世界。